家好，我是九九，欢迎收看九九健康咖，还有健康1+1的同步直播。那今天呢，我们要说到这个话题，因为夏天到了嘛，大家都觉得非常热。我们昨天才讲说，哎呀，怎么消暑？那是不是呢？你也随身必备防晒乳啊，各种防晒用具。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哦，擦完防晒之后呢，偶尔会觉得脸好像刺啊、痒痒，甚至会觉得烧热的。哎，这可能不是因为你的皮肤太敏感，而是你选错了防晒工具。那今天呢，专家将带我们深入解析防晒的几个常见的迷思，包括其中几个：化学性防晒到底安不安全？会不会致癌？物理性防晒为什么会让人变得很像艺伎脸？还有 SPF 数字是不是越高越好啊？撑伞真的有用吗？还有如何预防皮肤癌？所以不管您是怕发晒黑或怕变老，还是怕皮肤出问题，我想这一集朋友们一定要看到最后。那这集我们也会同步在健康1+1直播，所以呢，请现在趁这个机会哦，帮我们把九九健康咖呢这个频道按订阅，然后按下小铃铛，因为未来完整的节目呢，就会移至九九健康咖专场播出，然后赶快订阅哦，不要错过每一天最实用的健康知识。那我们现在赶快热情欢迎今天的大咖专家，皮肤科医生陈彦达医生。陈彦达医生呢也有自己的 FB 本专，那叫陈彦达医师的塔塔皮肤诊疗室。平常啊，陈彦达医师都会帮助大家了解皮肤的问题。我们欢迎陈医生。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医师。对，很高兴又见面了。对。哦，这个重要的时候一定要把您请上来，因为呢，我真的是刚刚在直播前，我还在跟陈医师讨论一下防晒的问题。我发现其实我自己个人也是防晒做得很不到位，所以只要经过一天户外活动就被晒黑，甚至会晒伤。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好好来请教您了。我们首先先了解一下哦，夏天必备肯定是防晒乳嘛，但是有些人擦了防晒之后，脸都会感到刺痒痒的。那这是代表说我们买错产品了吗？其实防晒乳的挑选，其实跟一般保养品的挑选，其实方法其实都是一样的。那只要是这一类型的东西擦在脸上，有任何刺痛、痒、不舒服，甚至之后擦上去之后你会觉得有点烧热的感觉，其实都代表这个物品基本上对你的皮肤现在正在造成刺激，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就是有点像是皮肤在尖叫一样，所以他就跟你讲说 no， 这个东西不行。所以说其实也没有说一定是物理性的或是化学性的防晒会造成刺激，因为现在很多防晒其实都是混合性的防晒，也就是它就是物理加化学两个 mix 在一起，所以有时候其实你在判断上面真的很难去直接看那个成分表去判断。因为有时候啊，造成你皮肤会有我们刚刚说这些不舒服的感觉，其实不一定是真的是我们传统说的说我们这个产品里面加了酒精，有时候像是这些产品里面的一些不管是溶剂啊或者什么，它其实也都是化学性的东西，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有可能会造成这类型不舒服。所以在选择上面啊，我都跟大家讲说，其实选产品就是选择没感觉的就是好东西，有感觉的其实就都不对。对，所以这种方法就相对来讲比较简单，又可以比较直接，你马上就知道说，哎，这个东西好像对我来讲皮肤不太行。那像我们有时候很多病人，如果说他的皮肤正处于发炎的状态的时候，比如说他脸上真的有一些湿疹，或是说他真的比如说刚打完雷射，平常皮肤刚刚打完之后有点发炎，或是甚至是基本上像是有一点点酒糟的病人，有时候我们在一开始他皮肤发炎比较严重，还没有在控制下来的时候，我们也都会请他暂时先不要用任何的防晒产品，因为这些东西可能在你皮肤健康的时候没有不舒服，但是只要在皮肤有点受伤或发炎的时候，你用的这些东西可能就会有我们刚刚说的那些不舒服的状况出现。那久的话，那当然就会发炎起来，反而会有一些副作用出现。哎，对，其实刚才陈医生你有讲到几个重要的点，因为其实到夏天，很多女性啊就会觉得啊，我防晒，而且大部分现在，因为现在医美其实大家都会不多不少就会去接触医美来做一下美容嘛。可是很多医美做完之后，其实都很怕晒，
所以这个防晒的部分，我觉得它可以分很多层，就一般的防晒跟我们可能有做医美之后的防晒，未来有机会了，我们来请教您。那我们现在再来讨论一下，就是有关于防晒。防晒您刚才也提到有物理防晒啊、化学防晒啊，但是有几个成分哦，比如说像什么阿福宗苯啊，或者是氧苯酮啊，这些都是化学防晒乳经常见的成分。但是他们在有一些小鼠的研究被认为说跟癌症还有荷尔蒙失调有关系，所以问题是现在也没有很多足够的数据表明它确实对人体有害。那医生您怎么看？您自己会不会用？其实这些成分其实算是比较古老的化学性防晒成分，就是阿波本重跟阿西本重。那苯类这一种就是那个苯重类的，其实它本身会用在化学性防晒，主要原因是因为它里面的化学结构其实是有苯环。那苯环这个东西很有趣，它会在我们这个6个碳里面的这个龟壳型的这种化学的这个结构里面，基本上它会形成共振。所以说它的效果大概就是有这种化学性苯环的，它其实在阳光照了之后，它可以把紫外线吸收，借由这种共振的方式让它变成热能散掉，所以它就可以减少我们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那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说在一开始的时候，化学防晒其实都是会以这种成分为主。但这种成分除了像那个刚刚主持人提到说可能会让小鼠可能也许说有一点点致癌，或是它有点点像环境荷尔蒙一样的这种效果跟变化在，但其实它更大的危险性是这两个成分超级多人过敏。所以以前都说啊，皮肤比较容易过敏的人要选的话，要选物理性，不选化学性的这一句话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 avobenzone 跟阿斯本肉这两个东西的原因啦。那现在后来因为真的是过敏的人真的也太多了，所以说有时候在做防晒那些厂商基本上就知道说啊，如果我加这两个成分的话，到时候可能会很多人就来客诉啊，打电话说啊我又过敏了，差点加的东西。所以说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就是防晒的厂商，其实他们有自己去研发他们自己的一些防晒的专利，所以说这些专利就可以成功的避开这个 avobenzone 跟 acebenzone 这两个很容易让大家过敏的这两个成分。对，所以说其实有时候我也都跟他讲说，其实问我怎么选，我当然就是选没有这两个成分的东西呀。因为其实说实在，这些小鼠的研究，虽然说它不是直接做在人体上面，但是说实在，你看了之后还是会觉得心毛毛的。能够有其他选择，就直接用其他选择，不用那么傻，还是去选这两种成分的，没有必要。对。这样听起来真的像刚才，其实当然我们现在就是厂商，它会有一段就是不断的出城更新嘛，然后会有一些新的就是避开这些成分，但是听起来好像物理性防晒就是大部分这几年来很多人也比较推崇。那说到这个部分，就要讲讲美国 FDA 是比较认定说氧化锌跟二氧化钛是公认安全的。但是呢，其实大家都知道，你说物理性防晒，它的缺点就是太白了，就是这样的防晒好像不是擦薄薄的一层，就是有没有什么技巧让我们擦的均匀，又不是这种好像看起来很像死白的？我先问一下大家，对，我先来问一下大家，大家知道氧化锌这个东西，其实最常我们看到不止在防晒里面，还有一个地方可以看到氧化锌。哪里？高，婴儿的屁屁高就是氧化锌。对，所以说你会发现，如果说有用过婴儿屁屁膏，因为他们有时候小朋友因为大便尿尿会有尿布疹嘛，所以说你为了要去把它给隔开，所以你通常有时候就会用屁屁膏，用氧化锌。氧化锌如果用过人就知道，它超级黏，也超级白，对，它就是擦上去之后就有一层黏在我们的皮肤上。所以说，其实这氧化锌的成分的确就是物理性防晒里面的氧化锌，但是它的缺点真的就是白。那我们用在我们的防晒里面的，不管是氧化锌跟二氧化钛，如果说你没有让它耐米化的话，基本上讲它都是超级白、超级黏，擦上去就是一层整个厚厚的狗在上面。没错。所以说，其实用在防晒里面的话，它还要耐米化才行。但就算耐米化，其实在我们那种男生皮肤比较欧巴 day 比较黑的人上面，你擦完之后，你还是会发现脸跟脖子的颜色其实是完全不太一样的。那其实有时候，其实防晒用多的人，其实他可以慢慢的就发现说，的确一开始擦的时候其实最白的时候，但其实经过了时间慢慢过去之后，其实它会慢慢的越来越不白。虽然说它可能还是会偏白，但是没有像你刚擦上去这么白。所以通常有时候我的建议，第一个基本上讲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怕它太白的话，那当然基本上就是在出门前半个小时就先擦，你让它中间有一些时间能够去成膜，
然后能够在你们的脸上变得比较均匀，相对来讲比较不会白那么夸张啊。第二个建议就是你不要让自己太黑，你不要让自己太黑的话，长期不会显白了嘛，对不对？啊，记得有时候擦防晒的时候脖子也要擦，不要让脖子露出来啊，上下的那个颜色差距就会变两大。层，对，但是很多人就问说，那我能不能够擦薄薄的就好？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基本上讲，你擦薄薄的，你用量就不够，用量不够，它的防晒效力就不够，所以你等于就擦薄薄，虽然不白，不是艺伎，但是就没办法防晒。对，有擦等于没擦，所以说通常我们会建议，基本上你擦的话，至少要是5块钱硬币的大小，擦全脸。好，这样的分量其实就蛮白的，说实在，5块钱，5块钱新台币还蛮大的耶，新台币，就至少不是10元或50元啦，但是分量算，这个上面这个看起来应该是快要，还可以，这是5块吗？这应该比5块大很多吧？这个10块钱，10块钱，这个10块啦，10块啦，对，应该5块钱的话再小一点点，对。但是如果真的想要达到就是一定的5块钱，对，5块钱是小的，5块钱是小的，对，5块钱是小的，对。哦，那还可以。怕太白的话，你真的要去找一款化学性的防晒，然后比较不会过敏的。对，所以有时候其实化学性防晒也不是说没有存在的必要嘛。没错，没错，就是如果你真的很怕说看起来真的是，就是脸部太白，确实擦起来是我个人就是因为它会擦起来太白，所以我就擦得太薄了。我今天听陈医生讲才知道，原来我是错了。而且呢，因为它其实像您刚才之前您也提到过，防晒是需要补的，每2个小时要补1次，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让我们会觉得，有一点点，有时候就出外之后就会忘记，突然变更白这样。对啊，或者你有化妆之后又擦上去，然后想说这个人到底怎么一回事？化完妆要补就很难。对，所以这个是，所以我们再来请未来，我们还有很多要请教您的，因为除了防晒乳之外，因为防晒乳的种类啊，我们要挑，除了就是物理或者是化学之外呢，它的瓶身上面都会写 SPF 或者是 PA 的标志嘛。那可不可以陈医生，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简单的方式告诉大家，这代表什么意思？很多人就说它是数字越高越好，然后加越多越好，这是这样吗？其实，在基础逻辑上面，的确就是数字越高越好，不管是加号越多，或是数字 SPF， 比如说35、50、100，的确数字越高是越好。那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数字跟加号背后代表的意义，因为数字的意义其实基本上来讲就是延长你被晒伤的时间。对，比如说啦，我先比如说假设我基本上我是一个皮肤非常幼嫩的人，那我如果在太阳下我不擦防晒的话，可能我出去外面太阳照1分钟我就被晒伤，就又红又痛。那如果你擦了防晒的话，那假设是 SPF 30的防晒的话，它意思也就是延长30倍的晒伤时间。所以本来我1分钟就会被晒伤，我擦了防晒之后，我就可以延长到30分钟之后才被晒伤。对，但是我这个是举例啦，因为基本上都不太会有人去太阳下1分钟就被晒伤了。对，但是意思也就是告诉大家，它是延长晒伤的时间达30倍的长度。那 PA 的部分的话，它也是延长晒黑的时间，因为 SPF 基本上来讲其实是防 UVB。紫外线 B， 那 PA 是防 UVA 紫外线 A， 所以它是紫外线 A 是晒黑啊，不，紫外线 A 是对，紫外线 A 是晒黑，紫外线 B 是晒伤，所以 PA 其实是主要是延长被晒黑的时间，但是因为其实 PA 它这个后面的加号，其实它本来也是像 SPF 一样的数值，那只不过这个数值后来被转为几个加号来做代替。对，所以就是这2个东西的差别。但是其实看完这个定义之后，大家就会知道，其实不管是 SPF 或者是 PA， 其实它的数字越高，好像的确是越好。但是我跟你说，再怎么样都是没有办法让你在大太阳底下一直晒都不会晒伤的。所以说，其实有时候我都还是跟大家讲，就是它的防晒只是一般的一个基础保护，所以说能够避开太阳，还是要麻烦避开太阳。那最后的话，再提一下，防晒系数越高的，通常擦起来越不舒服，因为等于是越黏腻。对，因为它要让你基本上来讲，紫外线更能够被阻挡在外面。其实它的黏腻感跟厚重感一定是让大家更不舒服的。那化学性防晒的话，稍微舒服那么一点点，对。但是问题说这些东西还是要看大家的皮肤的耐受程度，而且夏天这么热，擦这么厚的东西，这么闷的东西，你2个小时还要再补1次。
你会想补吗？不想对不想，所以其实对对刚才对，陈医生讲到一些很重要的题啊，就是说很多是这个迷思啊，就是觉得说SPF50啊，一定比 SPF30更好，甚至我其实也有涂过，你刚才说这个真的是就是数字越高，你涂起来脸上真的特别的黏，然后你就觉得跟涂一次就够了，不要再涂了，可是你还是要补啊，所以甚至现在还有叫 SPF100的。那这是数字越高越好，还是说其实我们反正效果差不多啊，只是商人让我们更花多一点钱的噱头呢？其实，在日常生活上啊，其嗯实我们的一般皮肤科医师的建议大概都这样，就是比如说像是一般生活，如果我是坐办公室的，我只有在上下的通勤时间会在外面接触到太阳，但是那个时候太阳还没有很大。那这种类型的人的话，我们的防晒建议是大概用 SPF35的，其实就 OK 了。那它的话就是可能早上的时候出门前擦，那在中午可能睡完午觉起来，可能它已经被抹掉一些之后，被擦掉、涂掉一些之后，中午睡觉起来的时候，午休起来之后再补一些，差不多这样就可以。因为你不是一直在持续大太阳下，所以你也不会有汗水，也不会有其他的一些就是影响去把我那个早上擦的防晒给涂掉。那就用这样的方法其实就够。那 SPF50的话，通常就真的会比较建议，就是说我今天是要在大太阳底下待一段时间，比如说我是户外工作者，或者说我今天刚好去监工，可能基本上我需要在大太阳底下待超过1个小时以上，那这个时候我就会建议大家用到 SPF 的50。那用到100的话，基本上说实在的，就反正基本上你就算用到100，2个小时之后它也会被洗掉，也会被你手挥掉，也会被你汗水冲掉，所以好像其实通常也没有那么必要一定用到它，以你擦得住为最高指导原则。哎，对，插得住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像刚才深深提到，我们如果真的是正常上下班，SPF35真的是够了。那如果稍微在户外的话，加上高一点点50，我想也就是可以保护一下我们。我觉得其实不只是擦防晒霜啦，因为一般华人哦，很多人也会有撑伞，就是很多防 UV 的啊，而且很多人会觉得说一定要有银色涂层的这种伞才会有防晒效果。但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有银色的涂层呢，对，会反射地面的光，然后你就会发现，哎呀，这个光在折射到我们的脸上，结果就越撑越黑。请教一下陈医生，这是真的吗？其实算是。从某部分来说是真的没有错，因为首先第一个基本上来讲的话，首先太阳基本上来讲，它不只是从上面晒下来，其实它真的还是会从地面反射。地面反射大概反射我们大概1/4的紫外线，就25%的紫外线。而且你不要想说只有地面反射，旁边的建筑物通通都会反射过来。所以你看那个就是那个很多大楼、办公大楼不是都是用 low E 玻璃吗？那个看起来绿色整片玻璃，我跟你讲，那个反紫外线都反超强。所以等于是说，其实紫外线还会从旁边、从下面上来这样子。所以首先第一个，基本上我们要挡的，真的不只有上面的光。那我们通常撑伞，大部分只能够帮我们挡住上面光，但是其实也就已经挡掉75%了啦。说实在，那你挡紫外线的这个伞，基本上因为伞大部分基本上来讲，其实它的那个布料其实是没有那个就是防晒系数的认证的，所以通常的话，蛮多人会建议说，那它如果你要真的100%防晒的话，里面要多一个那种银的那一种涂层。那银的涂层其实有点就像是说，它可能真的是就是光滑面它可以反射紫外线、反射光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逻辑其实对的。但是的确哦，你那个银色涂层在里面，地面上又会反射25%的紫外线上来到你的银色涂层，所以那个的确地面反射上来紫外线的确又有可能会再反射到我们的脸上。对，所以这个东西基本上讲，要说刚刚说的那个说法是错的话，也不是，的确是它会反射紫外线上来，但是问题说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从地面上来。OK， 那再来的话，基本上其实有时候国外的话，我记得基本上讲好像撑伞通常是不太 OK 的，在外面撑伞。可能外国人看起来就觉得，对，现在没有下雨啊，撑伞在干嘛？这个人就是会被行注目礼这样子。哎呀，我觉得这个是太难。在国外执行上可能比较辛苦，对。但是我说，其实如果真的我们很想要让自己就是防晒做全面一点像有些人真的又觉得我的那个防晒乳真的太油腻的话，其实现在有很多的防晒基本上是可以就是用穿的，像比如说像我之前上次要去韩国的时候，基本上我就去买了这个防晒的口罩。那这防晒口罩其实它里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涂层对，但它这些布料，也就是这个纺织的技术，其实是有得到就是
公家单位的信任，也就是说，其实像衣物防晒的话，有衣物防晒指数，它叫做 UPF。对，那它像这个的话，基本上就可以直接整个带着。那带着的话，其实它等于是说，这个布料是有防晒系数认证，所以它的确就会有一定程度的防晒效果。而且现在我跟你讲，这种防晒的布料真的是太多了，这种各式各样的造型都有。像我那时候买这个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想要戴在嘴巴上之后，我下面还可以喝饮料，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可以打开的。哇，对，所以它可以太酷了！边带着喝饮料，因为我其实不是为了要预防我的口水飞沫到处喷，我只是要预防太阳而已。所以下面基本上是还有一个洞，可以让我喝饮料。所以现在其实这种有 UPF 系数的防晒衣服其实是越来越多，就给大家这种比较没有办法藏防晒，或是防晒真的擦不住的人可以来做使用。而且我跟你讲，那个我去看的时候，还有把全部脸都遮起来，只留眼睛，就像抢银行这种都有。然后还有全身的整套的套装都有，然后还有超级大的帽檐的这种也都有。对，所以说其实有时候基本上大家可以往这个方面去思考，其实防晒真的也不是只有撑伞跟擦防晒有这么简单的，不这么少的选择而已。是，可是我觉得有一个重点，刚才啊，其实陈医生讲到要有 UPF 的这种防晒，它才能够帮助你。因为如果有一般人就是讲说戴口罩，其实真的一般的这种医用口罩，它其实没有到没有这种防晒的做，而且还会太热，所以要有凉感的感觉。那我想问了，因为 UPF 其实很多民众可能会担心，前阵子不是有踢爆说，很多人说 UPF， 可是它根本没有具有 UPF 的效果，所以我们在选择 UPF 的这些产品，有没有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呢？其实说实在，这个东西像比如说啊，我先讲一个，这个其实你以为防晒乳上面的 SPF 或是 PA 有认证过吗？哦，好像没有哦。哦，都是宣称。对，所以说其实有时候通常我都跟大家讲说，其实有时候像买防晒的时候，我都跟大家讲说，就是你就是选择大厂牌，大厂牌的，就是有名的牌子，大厂牌的，它基本上来讲信誉比较佳的，对，信用比较佳的，用这种的，不要去买那个就是名不见经传的，名不见经传那种，就是比如说才刚刚自创品牌的那个防晒，你要期待它这个自创品牌的防晒送到公家单位去认证它的 SPF 指数或者是 PA 指数，这个的确就会有一定程度的困难。那通常小牌子的那种，它就是把大家都说公认的防晒成分，看怎么样把它加混在一起，然后啦就说我这个是防晒，然后那个为了要卖得好，基本上 SPF 就写50，PA 就写4个加，对不对？所以说其实自己决定。对，所以这种东西其实说实在，不只是在这种衣物防晒系数的 UPF 上是这样，但是其实真正我们在用的日常生活的防晒，其实也是这样的。所以像台湾其实基本上有一个还蛮有名的老师，对，就是我们也是皮肤科的前辈，他其实基本上他就自己花钱去买所有的防晒，然后自己去找公家单位花钱认证，然后后来的确发现出来的结论就是大厂牌的 SPF 跟那个跟 PA 不对，这个 PA 它的那个防晒系数标的就是 OK 的。如果是小厂牌的，你就会发现开始有落差。对，明白。有落差。对，所以衣物防晒也是，就是买比较有名的啦，或是大家比较公认的。那这样子还是比较简单一点，就找一些大的厂牌，就千万尽量避开那种小厂牌，因为如果你真的要让它是有效的，毕竟这也经过皮肤科前辈的认证。那当然我们不说厂牌，就是你可以自己去看。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陈医生，我知道你本身啊，就是自己有各种不同的防晒方法，或者是小 paper 小 tips 要跟我们分享，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平常除了在戴口罩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可以防晒的方法？其实，我就是宅，就是不喜欢出门，就是我也不喜欢旅游，不要晒太阳，不旅游，对，不外出，很不喜欢晒太阳。对，所以说其实基本上，因为我都跟大家讲说，其实像有时候我用以打雷射完之后的，就是客人来讲，雷射完的客人，我都跟大家讲说，其实主要就是避开那个中午那个最热的那一段时间。那其他时间短短的出去一下，基本上来讲又不是一直都在大太阳底下，其实真的就是一般撑伞戴帽子躲骑楼躲树荫，对，躲树荫就还勉强可以啦，对，但是就不要在中间那个，我们通常不是说早上10点到下午2点，这个太阳最晒的时候，真的不要出去，因为像现在台湾真的也是很可怕，我觉得全球可能都是这个样子。以前小时候我的印象中太阳不会晒到痛。
但现在太阳可以晒到很痛，我出去晒，我就皮肤开始就痛起来了，我就这个紫外线很可怕。对，所以就是在这一段比较太阳烈的时候不要出去，然后之后其他就是真的能遮的遮，能躲的躲，能撑的撑，对。这样基本上你讲的话，基础就有做到。那如果当然你皮肤是可以擦防晒的人的话，擦防晒乳上去当然就是相得益彰，会再更好。是，我觉得其实刚才陈医生讲到，就物理防晒，防晒霜有分物理跟化学嘛。其实还有一种物理的，就是刚才您提到这种口罩啊，或者是这种防晒帽啊。我刚刚其实，在直播前还想请教一下陈医生，这个防晒帽到底是怎么办？其实它还是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那如果我们要一般就是说买这种防晒帽，是不是也要买 UPF 的这种有可以防晒作用的帽子才比较好？不是说只要盖住就好了。对对对，因为其实像防晒帽，他们通常的话，基本上他们前面帽檐会超级大，所以说等于是说，它真的是用它前面的帽檐，它不像鸭舌帽只有这样小小的，它前面整个就是超级大。那它现在它可以遮掉你2/3以上的脸，然后它其实等于是它这边有点像是墨镜一样，它本身基本上一样，也是可以像墨镜一样让你看到前面。对，这种的话，基本上讲，它其实就真的要遮蔽。那要遮蔽的话，基本上我们就是要确认一下，它真的有 UPF 的系数，要不然的话你遮了也是白遮。是，所以我想这个防晒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功夫一定要做到位，不然你差一点点。其实我平常也很少，因为我们平常工作都在室内，其实很少有机会到户外去活动。那我们刚好最近有一个机会到户外去进行长时间的活动。结果呢，一下子就马上晒黑了，所以我就觉得，防晒这个功夫啊，一定是平常就要做好。今天我想很多人听到就有关于陈医生跟我们分享的各种防晒，其实它不麻烦，就是你要花一点点时间去熟悉它，去应用它，才真的可以帮助到你。所以一定要记得夏天做好防晒。那另外一个部分，做好防晒，除了怕皮肤老化、怕晒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预防皮肤癌。所以我想请教您，皮肤癌会让皮肤出现哪些异状吗？它会不会长在一些我们根本想象不到的地方，比如说脚底啊，或指甲缝啊，还有或者是皮肤癌的治愈几率是不是比其他的更高？我们是不是比较不用害怕呢？其实皮肤癌其实以皮肤科来说，主要分成3大类。第一种是鳞状上皮细胞癌，第二种是基底细胞癌，第3种才是大家最怕的黑色素细胞癌。因为前2种基本上它的恶性度比较低，那黑色素细胞癌恶性度其实高很多，所以通常基本上它病程进展都会很快。那大部分的皮肤癌，如果是像是前2种鳞状上皮细胞癌或是基底细胞癌的话，那这类型皮肤癌第一个，因为它是长在我们皮肤外面，比较容易看得见它，所以说当你发现有一个奇奇怪怪，然后它比较快速长大，而且甚至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伤口或是一直不停流血的状况出现的时候，其实大部分人基本上就会来赶快看皮肤科。那这类型的皮肤癌，其实早期发现，早期把它给整个切掉，基本上预后都是很好的，它的转移几率都很低。但是黑色素细胞癌就比较辛苦一点，因为黑色素细胞癌，你不要看它小小的，它小小的时候就会转移。所以说，其实黑色素细胞癌预后很差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恶性度高，在很早期的时候就很容易转移。那在东方人的黑色素细胞癌，基本上又更讨厌的事情是，它跟晒太阳不一定有关系，大部分的这些癌症都跟紫外线有关，但是黑色素细胞癌唯独它不一定跟晒太阳有关。所以说，像东方人的黑色素细胞癌就比较容易长在手掌、脚掌或是指甲上。那它长在手掌、脚掌，当然就是看到一块黑黑的，就是这种不规则型而且快速变大的这种看起来像痣但又不像痣的一个黑色素的东西。所以说，通常我们都会跟他讲说，亚洲人、东方人如果脚上有痣的话，那请到皮肤科来做定期的追踪，每3到6个月追踪一次。那如果说基本上追踪它的大小都没有变化，那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一些进展的话，那就可以放心，那它可能就只是痣而已。但是另外的话，指甲的部分基本上也就稍微比较特别一点，因为指甲部分的话，它其实通常长在我们指甲肉里面，它不是直接长在我们的指甲甲面的地方，它长在指甲肉里面。所以等于是说啊，从这个指甲肉长出来的所有指甲都会沾染到它的黑色素，所以你会发现啊，如果它长在指甲上的话，就会看到指甲有一整条全部通通都是黑色的，那我们叫做黑甲症。那黑甲症的话，其实还有分成恶性的跟良性的。那恶性的黑甲症通常第一特别黑，第二它除了指甲黑之外，它靠近这个就是指甲底部的这指甲肉也会跟着一起黑。这个基本上是有一个名字叫做 Hutchinson sign 啊，就是它有一个英文名字。
那但是我说有另外一类型人的黑甲症，就是良性的黑甲症。良性黑甲症通常都是因为撞击或摩擦，就长期慢性撞击摩擦产生的，所以蛮多都长在大拇指或是小拇指的地方。所以说基本上像我们刚刚的图片就有看到，其实脚的小拇指的地方有一个黑甲症，那个就不是一般黑色素细胞癌了。所以你会发现哦，像我们最后这个黑甲症的图，它的指甲虽然是黑，但是它不是真的像我们的左边那个就是黑色素细胞癌一样这么夸张的黑，它主要比较偏咖啡色，比较灰一点点的颜色。然后它如果是长在比较容易摩擦或撞击的指甲上的话，那这个基本上来讲就相对来讲比较放心一点，它就是良性的黑甲症。之后再定期3到6个月追踪，其实就没有问题。哦，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如果我们的身体出现痣啊，或者是有这个指甲发黑的情况，真的是要去找皮肤科医生来确诊一下，看到底是黑甲症还是比较不幸的黑细胞瘤。那这个部分我就想请教您了，就是黑色素瘤。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预防，因为虽然我们华人不是高发的这种皮肤癌的人群，但是呢，预防还是蛮重要的。是不是我们平常擦防晒就可以预防皮肤癌了吗？其实基本上讲，如果以就是目前现在统计来说的话，其实比较应该你会不会产生皮肤癌，跟你在这一辈子被晒伤的次数会有关系。所以意思也就是说，因为你皮肤之所以会被晒伤，也就是晒到它整个都发炎、红肿痛，代表这个紫外线的刺激，这紫外线对你皮肤的破坏，是不是相对来讲又比一般的晒黑来的更强？对，所以说等于是说，它其实就是晒伤，也就是皮肤受到伤害的次数，会决定你基本上未来容不容易产生皮肤癌。那通常因为亚洲人，因为我们本身基本上讲皮肤基本上黑色素的活跃性还算 OK， 所以说其实我们的晒伤比例上伤次数真的没有到那么的多啦。所以说其实才会说亚洲人的皮肤癌的比例相对来讲没有像高加索人种白人那么的多，因为白人真的是随随便便就真的很容易就被晒伤。OK， 那所以说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当然就是预防晒伤。我们只要让自己晒伤次数能够降到非常低，那未来基本上不止你皮肤老化的速度也会变慢，那你得皮肤癌的几率也会相对来讲少很多。那当然就是前面我们刚刚讲的所有防晒的一些方法，能擦的、能戴的、能躲的，基本上讲以我们大家每个人的不同生活形态去用自己比较适合的方法把它给注意起来。是，不过刚才陈医生您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其实您说高加索人像白人，他们确实是没有习惯用很多的防晒，他可能就是涂防晒膏啊，然后或者戴个太阳眼镜，也就差不多是这样。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是华人哦，像我们亚洲人。防晒真的是做得很足够啊，又戴眼镜又这个，然后带雨伞啊，就其实你只要看到夏天拿雨伞的，一看它就是亚洲人是比较多的，其实西方人比较真的很少，所以是不是我们华人防晒真的是做的比较足够，所以比较不会得到皮肤癌？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呢？是，这个其实基本上这个逻辑上是对，但是其实像我刚刚提到高加索人种之所以会比较容易产生皮肤癌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其实他们皮肤是没有黑色素细胞保护的。所以说其实我那时候基本上一开始进皮肤科的时候，我学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就是哇哦，那如果照这样来说，黑人其实是最先进的人种，因为他的皮肤基本上是最健康，他皮肤黑色素这么多，太阳对他来讲就是没有办法造成什么太大的伤害。那黄种人排第二，那反而是白种人，他的皮肤是最烂的呢，对，他最脆弱，他没有办法产生黑色素。对，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在我们皮肤癌的产生的那个难易度来说的话，其实逻辑上的确是这样没错，就是其实我们黑人跟黄种人其实是比较适合生活在大太阳的世界上。那白种人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没有那么多的保护力的。对，那当然基本上第二个是黄种人的确他的防晒做的相对来讲又好，为什么呢？因为啊黑人产生斑没有人能够看得见，因为他皮肤已经很黑了。那白人他反而希望我们皮肤能够稍微健康一点，有小麦色的肌肤，反而是黄种人觉得基本上来讲，我已经有黑色素了，我又让它再更黑，而且有时候黑的又不均匀，又会被看见，然后这看起来真的是不好看，这样一白遮三丑，就这些概念就一直不停的灌输我们，然后所以其实真的我们是因为可能从小教育被这样灌输，再加上我们的如果真的长斑的话，很不均匀。很不均匀，通常都不会是均匀的晒黑啦，通常都是这边黑一块，那边黑一块。那因为很不好看，又不像黑人一样可以看不见，所以说我们就会再更认真的想要防晒。对，的确这样的话带来的好处就是我们的皮肤
来的几率比较低。所以真的很幸运啊，也有一个幸运的地方。因为我最近也是在跟对我的白人朋友分享说，你知道啊，我们华人有一句话就一白遮三丑啊。然后他就说我这个，他就后来就告诉我说，这句话就深深的烙印在我的心里面了。他说原来他就会理解了为什么华人他们就是会拿雨伞，会这样，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这个概念，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吧。然后呢，我们其实就会真的是比较注重防晒。那我想，当然啦，不管是如何，我们不要晒黑，也是因为看起来确实，我就经常会跟我朋友人说，我经常看起来就是如果晒黑，就是不是那种很均匀的那种漂亮的什么小麦色，就看起来就是一块一块的，就看起来就有一点怪。就是我就觉得，其实白种人也常常晒起来不是那么的均匀，但是我也说，因为白种因为我应该说，我现在虽然在台湾，但是因为我们这边的，比如说国际学校或是美国学校等等的，有很多外国人会到我的门诊来看，因为基本上英文其实说得通的，其实他们就会觉得这个 doctor can speak English， 然后就会跑过来这样子，赶快介绍，赶快介绍。但是后来，对，然后所以很多的那个白人朋友就会在，就是外国朋友会在我的门诊追踪，但是你就会发现，其实因为他们的黑色素的就是活跃度其实没有到很均匀，所以他们晒起来也不是很均匀，就在我们看来就是个雀斑的感觉，身体也是晒这样一块一块，但是他们就很 happy， 对他们就很喜欢，对，所以其实我都觉得说，这就是对各个不同的文化，大家对于这个太阳其实会有不同的感受，对，没错，他可能多晒黑一块，他就 happy， 他就爽的。对啊，我想其实不管我们今天其实不管说你晒起来看起来怎么样，但是防晒它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皮肤的健康，也是为了健康，所以我觉得防晒还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啦，每一个人的喜好或者是他对美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那我想你夏天嘛，就好好的去享受夏天的阳光，但是你还是做好防晒。但是还有一个状况，我还是要请教您，就是我们会做防晒，但是万一晒黑了，应该怎么办？或晒伤了，我应该怎么办？很多人就说冰敷啊，涂芦荟啊，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呢？可不可以请陈医生来指导我们一下？因为其实晒伤，像我刚刚有提到，其实它就是紫外线对皮肤已经造成了一个比较严重的伤害，或甚至其实可以说是破坏啦，所以导致我们皮肤就是又红又肿又痛又热，基本上然后退完之后基本上还会大脱皮。那在这个状况下的时候，其实如果说你真的是手边没有一些什么药物的部分的话，其实你就真的是冰敷嘛。那冰敷基本上就可以把那个又肿又红的那个状况让它能够稍微比较消退，因为冰敷让血管收缩，那个红肿状况基本上就会比较好。那芦荟的镇定基本上也是自古以来基本上讲大家都觉得相对比较有效的，但是问题说这边有一件事情要提醒，是含有芦荟的成分的一些可能就是保湿的乳液啊，或者是凝胶，这个才会比较有效。千万不要自己把芦荟破开，然后把芦荟里面的那个狗狗的你给它拿起来敷，因为芦荟里面的，如果是真是从植物拿起来那个芦荟，它里面狗狗那种分泌物的话，那里面其实很多的成分其实是会致敏的，会让我们的皮肤过敏的。所以很多之前遇到很多那种如果不了解那个阿嬷他就晒伤之后痛啊，去把那个芦荟剖开，把里面挖起来，这样子敷上去。我跟你讲，那个地方基本上整个大过敏，就是又红又痒。所以说基本上是它里面的芦荟素其实是有办法镇静，但是不是整个芦荟的那个整个狗狗里面的东西都是好的 ，OK？ 所以这个再提醒一下，对。但如果说是真的手边有一些含芦荟的一些保养品啊，不管是那个就是保湿凝胶，或者是甚至是乳液，其实都可以拿来用。那像台湾，因为基本上实在是医疗太方便了，走出去基本上讲没几步就有诊所，所以说其实在台湾其实有时候真的晒得比较不舒服，我都跟他讲说你就是过来就吃点消炎药跟擦点类固醇这样就好了。那它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发炎能够再退得更快。那当然，基本上你的晒伤之后那个疼痛感的，就是疼痛不舒服的时间也是可以缩短一些，就是用药物来辅助。那因为药物因为短期使用呢，对身体也不太会有什么特别大的负担，但是可以让大家先赶快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是，所以不管是晒伤啊、晒后，你需要做一些舒缓，用芦荟啊、或冰啊，或刚才提到的快速的这种皮肤科的药膏，我觉得都可以降低我们皮肤的问题不适感。但是你刚讲那个芦荟格格那个，我个人好像也有这样子说，芦荟不是就是这样挖起来然后涂，就发现非常的会产生一种刺痒的感觉，对，会吸那个对不对？所以我们那个产品里面都是已经萃取出那个真正有效的那个部分，然后把其他的过敏部分都已经删掉。
是，所以我想，其实善用正确的东西，还有放在不同人的健康人的身上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我们身体的状况。今天呢，正值炎热的夏天，陈燕达医生为我们带来精彩的防晒解说，我想这还有很多很多问题要请教你，下次有机会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大家还是想要让自己美白一点啊，或者是不要晒出斑啊，或各种各方面的问题。如果你有任何关于皮肤的问题想要问的话，麻烦你留言给我们，我们下次请陈燕达医生来为您分享。感谢今天陈医生的精彩解说，谢谢，谢谢，拜拜，拜拜。我想今天说到这个防晒真的不只是为了美白、怕晒黑，而是为了健康。所以选对适合我们自己的产品，用对方法，防晒这件事情其实可以轻松又安心。记得专家的金句，陈燕达医生的金句，就是没感觉就是好的，刺激痛痒灼热，通常都不是正常的反应。如果你总是忽略防晒撑错伞、擦错防晒，那今天开始记得正确的防晒。好的，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记得帮忙分享这集节目给您关心的家人跟朋友，也留言告诉我们你曾经用过哪种防晒，觉得超级好或很不好的。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是九九，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